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呢，我们来做一台奇怪机器的清灰换硅脂啊。这台机器看上去就是台笔记本啊，你看它这个背面有2个出风口，然后侧面这儿有出风口，这面也有出风口，和正常的笔记本是一样的啊。这个厚度呢也和普通的笔记本差不多啊，这个厚度。但是呢，它并不普通啊，它没有显示器啊。我确实也是第一次见这种机器啊，不知道大家见过没有啊？这台机器呢是来自于叫明凡。啊，这叫型号呢是 NUC X-i7还是 X17啊？我感觉更像 i 啊。这台机器的 CPU 呢是11800H， 显卡呢还是3070啊，配置是不低的。这个介绍呢说是他用了 NUC X15的那个主板的套件，然后自己呢做了一个这种迷你的小机箱啊，它更像一个迷你主机的意思啊，只不过不太迷你啊，这个跟一个笔记本一般大啊。不过它不能白做这么大的体积啊，它的散热效果我们应该是要有所期待的啊。毕竟有这么大的进风口啊，这个厚度下没有任何的显示器来占用空间啊，里头的散热空间比较大啊，又是铝合金的外壳还是啊。好，下面呢我们简单上机测试一下，看看这台机器表现如何啊。原厂好像用的还是液晶。我们现在的室温呢是24度啊，我们来测试一下。FPU 走。好，跑了有5分钟了，然后 CPU 呢稳定在了80度或者是81度啊，这个温度还是很低的啊，功率限定在了65瓦，这个散热来说是相当不错的呀。好，下面呢我们再看看显卡。好，这个显卡也烤了5分钟了啊，在风扇全速的这个状态下呢，它的核心温度呢只有71度，热点77，比核心高了6度。功率呢，基本上稳定在可以算是145瓦，很标准的一个温度和功率范围啊。当然，因为这台机器它这个买家他是买的2手，然后原厂是液晶，他可能是不太放心，因为这个机器也只能是立着放啊，所以想换换7950。那么下面我们给它换了，我们再来对比测试一下。哇，这个机器还挺难抠开的啊！它是这种很大的这个硬卡口啊，这很深的卡口。刚才我是从这面，就是有 USB 接口这一面拆开的。这结构，哇，这是做过什么魔改吗？这块这是。又粘了个导热垫，然后粘了个小薄薄的小铝片上去。这个散热器往下拆的话，还是比较简单的目测啊，就这些螺丝拆下来，这有螺丝。但是我唯一发现一个地方，就是这个风扇好像是在这下边有一个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引脚。要是在这下边，那这风扇拆的就费劲了啊！我们先拆了试试吧。它这儿和这儿还各有1颗螺丝。我去，这上面用的螺丝都不是那种机压螺丝，这都是那种自攻压的螺丝。终于是拆下来了。不过散热器拿到手，第一感觉啊，这个散热器超级重，
超级重，比起很多笔记本的散热器来都要重得多啊。它这个漆片很厚，很壮啊，这么厚啊。这个机器用的这个液晶是已经干巴了吗？哇，液晶渣渣了。哎，小心小心小心！就这个机器这2个风扇的清灰啊，我刚才看了一番啊。如果说你想把它清的特别彻底，你首先第一步要把这个主板拆下来，然后风扇才能拿出来。拿出来之后不行，你还得把这6个塑料的铆钉拿刀削掉。削掉之后，然后这个盖才能拿起来，然后才能看到这个扇叶的全貌啊，你才能清的特别彻底。那鉴于这种情况，我们就不往下拆这个主板了啊，也很好拆，其实1、2、3、4个螺丝，2个排线，2个 WiFi 天线，主板就下来了。你下来之后，你依然是看不见扇叶的本体啊，不，索性你就在这上面给它好好的吹一吹，问题就不大了。就机械革命的机器啊，以及像这种的啊。有关的这个 BIOS 电池能不拔尽量不要拔，拔了电池可能会让你有很惨痛的代价。我们之前遇到过一个啊，就是拔了电池之后，控制台就不认了，然后只能最后的解决办法是重装了一遍系统好了。好，下面呢我们来测量一下这个垫片的厚度啊，这个垫片还是一如既往的及格分啊，什么意思？就是厚度五花八门。我们下面先清理一下这个液晶，我们再清灰啊。清灰的时候，液晶给掉出来了。我去，我可能想多了，已经没有任何的流动性了。这是个什么配方的液晶呢？我们再来点这个小苏打溶液试试啊。但我感觉好像，至少对这个芯片来说没什么用了。它应该是已经是液晶和这个玻璃产生了一种侵入现象啊，混为一体了，已经渗进去了。大头是这个散热器这头，哇，第一次见这种液晶啊，这是什么情况？干成渣了这个！要清这个液晶，我们来试试再加点液晶啊。这是我们新上这个 GKR5，索尼的 PS5 同款，看看液晶能不能溶解掉这个液晶呢 ？Round 1。好像是有用的样子，感觉。确实是有了很大的改善啊！我们清理下来了，我感觉有大部分，但还是有。我们再来点液晶，再泡一泡啊。Round 2。我再试试，今儿我就不信邪了。Round 3。好，我们让它静置一会儿啊，这是不灵不灵的液晶。好，只能清理成这样了啊！我们试了很多次，发现并没有什么用。你要再清理的话，只能上纱布了。但是啊，因为
感觉现在它已经基本上是平的了，它不像刚开始我们拆开那种就是超级磨砂的那种凹凸不平啊，现在是基本上是平的，但是视觉效果上它是不平的，实际上它摸起来还是比较平的啊，很平，应该是很平啊，当然跟这个比不了啊，这个比不了。好，我们就给它换换垫片，然后清清灰。来，清清灰。好。你看这儿这个垫片太薄了，我们都没有这种规格的垫片，所以只能给它上凝胶了。按说它这么薄，再强用垫片不太合理啊。OK， 好，下面我们就给它合拢了。它还有这个，我再给它粘回去吧。这个兄弟呢，他想把南桥顶住它这个后壳，那因为它这个南桥啊，你想让它贴住这个后壳，我们这个厚度是不太好测量出来的啊。一种原因呢，就是因为它这个壳太不好拆了，这个卡扣特别的大，你再拆一次，我感觉拆多了真有可能给人拆坏了。它这个设计的我感觉太结实了，这卡扣。然后我们呢就给它叠一层这个莱尔的700啊，比较硬的这种垫片啊，邦邦硬，比较硬的这种垫片。然后我们再来一坨这个啊，这是 LV800啊，这不是凝胶啊，这是 LV800捏成泥的啊。我们给它来一下啊，我们来做一次组合装，因为这个东西很软，这个东西很硬，因为都用这个的话，它那边是网，可能就穿出去了。来个稍微大一点。稍微大一点来一块，然后再加上一块这个，嘿嘿嘿，组合一个出来。做成一个这个形状，能看出来吧？哎，很厚，
得先从这头穿进，因为这儿这个卡扣是最大的啊，超硬的一个卡扣。得先把这儿穿进去。啊，进去很痛快啊。好，贴合上了啊，这贴得很紧密，能看出来啊。很好。然后我们再别上这3个螺丝就行了。这是人家贴过个什么东西啊 ？OK， 好，我们给它上机，再测试一下。我们现在的室温更高了啊，25度了，这个灯烤的，走。好，那就同样对比啊，也是5分钟，然后现在的温度呢是72度，要比之前那个80、81低了大概个8度左右啊，这个降幅还是比较明显的啊。可见它这个干巴那个液晶呐，它的失去了这个弹性之后啊，它对这个散热还是有不小的影响的啊。虽然它可能不会侧漏了，这个机器的话现在是定在65瓦，我认为还可以往高了再拉一拉了啊，才74度啊。当然风扇是全速啊，你正常用的时候也不能全速吧，这个噪音太大了啊。我们再看看显卡，走。好，显卡这跑了一个5分钟啊，现在的核心温度呢是66.3、66.5，热点温度73，功率呢是145瓦，比较稳定的啊。我们现在的室温呢已经奔到26度去了。这个机器在风扇全速这种状态下，它的散热我觉得还是相当好的啊。这个3070 66度的这个温度还没见过哈，还没见过，得益于它这个很大规模的那个散热片有很大关系啊。散热还是很不错的这台机器。最后呢，我们再来简单双烤一下啊，因为这台机器它是没有电池的，因为很多笔记本都是需要电池和变压器同时供电，然后它才能跑到双烤的最大功率啊。但这台机器没电池，我们测测它能跑多少啊？现在 CPU 还是65瓦的设定，走。好，这个双烤也基本上稳住了啊。它可以做到 CPU 65瓦，显卡140瓦，用一个230瓦的变压器，然后 CPU 温度90度，显卡75度啊，这个散热还真的是相当可以啊！看来还真的是一分大一分强啊！这么大一个空壳，再加上那个巨大的散热片，还是没有白给啊！好，这期视频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我们目前开通了速卖通店铺，有时间的话呢，欢迎大家来逛一逛。感谢你的观看，我们。